晚上好，非常感谢大家光临清华科技园。在开始之前呢，我对我们今天的主讲人，然后呢索达吉堪布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么索达吉堪布呢是五明佛学院的那个汉僧部的主管的大堪布，在国内外都有非常高的知名度。然后呢，索达吉堪布曾先后随晋美彭措法王在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荷兰、英国、日本、印度、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不丹、尼泊尔等地弘法，并被推认为美国纽约拉荣显密中心的导师。那么在著述方面，那么索达吉堪布的著述就更多了，已经印刷出版的著作就有80多本。那么各类文章累计字数超过1000万字，所以这是在著述方面。在学识方面呢，然后堪布对戒律、俱舍、中观、因明、般若五大部论，就是5部大论都非常的熟悉，而且呢，通过现代的网络技术，那么有非常广泛的影响。在自己的修为方面，堪布对十轮金刚、大幻化网、大圆满等都证达了不可思议的境界。在慈善方面，那么堪布从07年开始，发起了启动爱心的倡议，在号召佛教徒在保护动物的同时，也关爱自己身边的人，并身先士卒，先后在藏地建立了智悲小学、养老居士林、小沙弥学院，然后赞助了大量的失学的高中生、大学生，并在几所中学设立了奖学金。同时救治了很多重病的，就是无钱无力医治的病人。那么先后2次受邀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世界慈善大会。这次呢，堪布就是出席第4次世界慈善大会，然后顺便有机会给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就是奉献一个精彩的一个演讲。那么今天演讲的题目是藏文化的养生修心方法。下面请我们欢迎。好，各位教授，各位老师，晚上好。今天我很高兴，在北京清华科技院，跟在座的各位，大家共同交流跟学习。今天所交流的内容刚才主持人已经给大家宣述的，也就是说藏文化对养生修行方面的问题。当然这个内容也算是比较简单。我从内心上也祈愿大家就以这样的简单的语言文字给带来点滴的利益。有时候虽然文字很少，但是可以转变人的一生的命运。我记得曾经佛教上是有这样的一个故事。佛教里面，也就是说沃登大师释迦牟尼佛的2大弟子舍利子和目犍连，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们是修婆罗门教的，也是婆罗门的领袖。有一次他们在做禅修行的时候呢，听到旁边有一个其他的沙门念经文的声音。经文里面的偈颂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当听到这样的玄所缘起性空的金刚语的时候，这2位尊者就身心都有了极大的变化。从此之后，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宗教，也就是说
屈辱佛教，在佛教当中已经大彻大悟。大家都应该知道目犍连和舍利子为佛教事业，也就是说他们的开悟是什么样的境界，应该是清楚的。同样的道理，在汉传历史上也有这样的。唐朝丹霄丹寺，他有一次他还没有出家的时候，他到城市里面去考官，考官的路上遇到了一位出家人。这位出家人问了他的一些原委之后，告诉他希求世间的荣华富贵没有多大的意义，应该选择佛道为妙。最后以他的一句话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此之后他就选择出家之路，最后成了历史上的一代高僧，写下了他自己的光辉的一页。同样的，我们世间的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财物，也许对一个人的一生也有改变。比如说世间的美国汽车公司的福特大王，他听说由他的父亲的1元钱改变了他的一生，以他的1元钱作为资本，后来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积累，最终他就成了闻名遐迩的这个汽车公司的老总。这样的事例呢非常多。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投缘的话哪怕是一个善良的念头，这样的善念呢，也许也会改变了你的一生。我经常想我们从慈善方面讲台湾的慈济的主要的真言法师，如今他的中心已经在72个国家当中搞这个慈善事业，有千万的志愿者。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呢帮助了无数的这个人们。那么他刚开始的因缘呢，他当时在一个茅棚里面当一个平凡的比丘尼，而修行的时候呢，身边看到了极其可怜的一个产妇，她没有钱在医院里面治病。然后这样的悲惨的情景呢，打动了他。从此之后，他发愿要做广大的慈善事业。之后大家都应该知道，如今44年的春秋当中，也就是说44个春秋当中呢，他的所有的宏大事业应该是众所周知的。也是同样的，天主教的特丽莎修女，她在非常美丽的修院里面过天堂般的生活。后来她看到这个院外有许许多多的极其可怜人的麻风病人，当看到他们的这种痛苦境界之后，她又产生了一个念头，她想我现在从12岁开始，来至有生之年当中，一定要以慈善事业来帮助许许多多的人。之后大家也应该清楚，在123个国家当中有设立他的中心，有千万的这个人受到了他的这种慈悲的这种利益。所以我在想我们人有时候真是一个念头也许对整个社会有着许大的这个改变。就像唐玄宗法师，他在读经的时候，他读了经，后来觉得是很多版本不齐全，然后他发了一个愿，他一个念头也想我一定要前往这个天竺国家，一定要从印度得到千经万论，翻译成中文，让后代的众生用汉族的文字上要能读到经论。之后他在18个春秋当中呢精心苦行，最后已经获得了历史上最伟大的这个医师的这种学位，或者是这个利益无量的这个终身。同样的道理，日本的鉴真和尚也就是说刚开始的时候，他觉得是日本这个国土是非常平缓，就
思想极其贫瘠，一定要以中国大陆的这种佛教的积极灿烂的精神要传播到哪里。后来他经过多次的这个努力，到了高龄的时候呢，才把整个中国的佛教文化已经传入日本国。现在日本人呢称为他是这个文化之父，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之父啊。所以我想从历史，从这个实践与出实践的许多故事来说明呢，我们在座的人如果深深的思维的话呢，哪怕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念头，或者是一点点的消失呢，会改变了你的信仰，改变了你的一生。也就是说，现在我们需要一种信仰，需要一种精神的粮食。我相信我们现在科学如此发达的时代，信息时代，那这样的时代当中呢，在外面的物质生活应该说是条件是相当不错的。虽然人们经常说现在的创新能力不足经济发展就是不快等等，有各种说法。比较而言，也就是说19世纪、20世纪到现在21世纪的整个这个人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而言的话，那么在外在的物质方面来讲，我觉得是现在人们呢应该说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条件。可是我们的内心呢越来越苍白，内心呢越来越贫穷。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大家需要一个思想的这个交流。其实思想的这个交流，思想当中得到的利益远远超过物质的帮助。我经常在想，比如说有1万块钱、10万块钱乃至100万，如果给一个人的话，那么这个人呢不珍惜的时候呢，很快的时间当中全部都会散尽的，全部会花光的。那么如果你思想上传递一个非常有用的知识，那么这个人在有生之年当中谁也抢不住，谁也盗不住，永远的获得无比的利益。所以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共同商量的共同交流的内容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现在大城市里面也好，或者是在这个时代当中呢，人类的心理的这种困惑或者是痛苦压抑是什么样的这个程度，达到什么样的这个结果，这一点人类必须要反思。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人们经常所需求的外在的快乐，而内心的宁静，内心的这种满足，内心的这个智慧与信心呢，几乎都是忽略过去了，几乎都是没有这个需求。自从我们上了学校开始，老师也强调赚钱，家长也强调让我们就获得了更多的一些考试的分数。那么从小都养成经济或者说是权利，或者说是自己的这个利益，在这样的教育氛围当中所长大的，最后的成人是什么样的结果，大家也应该是非常明白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应该跟大家共同这个交流的时候呢，希望呢在座的各位知识分子呢应该再三的去思维，既要看看自身的内心的烦恼痛苦，或者说是忧愁，或者说这个快乐跟开心与成功，同时呢也要观察到我们身边的周围的这些有钱的无钱的各式各样的各界的这个人士的生活状况。这样一来呢，我们会学到了许许多多的新的知识。我自己认为呢现在在这个21世纪的人们的这种外在的这个物质呢，应该说是前所未有的有了这个进步的我们大家都应该清楚，我们在20年前的时候呢，我们穿的衣服吃的这个
事物或者说是这个你的住的住房啊等等各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们的生活水平并不是很高的，应该说是不高的。而现在看来的话呢，在外在看呢，应该说是非常的豪华，非常的这个圆满。可是内心当中呢，有着什么样的这个困惑？大多数都是人已经得到了就是不同的这种压抑症我曾经看过大概在这个09年的时候看过有一本呢叫做是白领这个健康白皮书。那么这里书里呢就是说现在就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里面的76%的人呢，就是都有就是心理的疾病，也就叫做是这个亚健康。60%的人呢是已经就是得到了这个不健康之症也就是说真正没有任何疾病的非常健康的不到3%就是有这样的这个资料那么这样一看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表面上看呢，每一个人都是有很多的这种压力，而且听说这些压力的话呢人们称为是4大压力。4大压力是什么呢？就是一个是买房的压力大城市里面就是买房屋的压力一辈子都是为这个房屋打工，就是有一部分。还有一个呢，照顾这个老人这是第2个压力。第3个压力呢教育这个孩子的教育。第4个压力呢就很多人的自己的这个情感婚姻问题这4个压力呢就像是一座山一样的，人们呢始终都是这个压制，在这里呢就是无有这个自觉的这种这个感受这个自由的空间没有这个感受自由的空间。所以前一段时间我在我的家乡跟一群小学6年级的学生毕业的时候呢他们说我们现在就是再不用排队了，我们可以这更高一层的这个其他这个学校去了。我后来跟他们开玩笑说，我说你们也许在小学里面不用毕业，但是越来越上去的时候，你前面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的。我们这里很多人成年人你现在虽然不用读书不用排队，可是你在这个社会的当中在这个竞争当中呢就是非常的劳累。也就是说呢，就是现在以前我看到一本也就是2010年的时候，2010年3月份的时候呢应该有一个叫做这个校刊杂志校刊杂志是这个清华这个大学就跟这个校刊杂志是共同举办的一个资料。这个资料当中呢，就是说88%的人呢就是得到了就是不健康之症。什么是不健康之症呢？也就是说我们城市里面呢就是有这个顾虑症有这种忧郁症，还有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的劳累孤独之症就过劳之症。那么这样一来呢，大家都应该清楚，表面上看起来是特别就是有意义的，自己每一个人就是自己需求自己的这个生活，自己觉得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最有意义的、最有价值的、最有实在的这种就是真实的这种这个妙意。可是呢真正观察的时候呢每个人都是白天呢就是上班了，晚上呢就基本上是已经这个苦不堪言了就疲惫不堪，就是有这样的这个状况。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城市里面呢很多人的心态就是不太正常。不正常的这个原因呢一个是劳累过度，一个是欲望强盛，还有一个呢平时自己的生活没有规律就没有规律。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人的心态就很容易这个受到这个改变甚至现在这个得各种精神病的人呢越来越多了就是据统计现在6个人当中呢就有精神不正症状的
有一个人1/6的人呢，都得不同程度的一些精神的这个压抑症。那么据说中国每一年当中就如今呢，每一年当中呢，就是精神不振而自杀的人也是上20万人就上20万人，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这个行为。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原因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心理的这个调整方面呢，需要就是许多的妙药。这个妙药呢，当然是这个医院里面所开的药也需要也需要。但是最关键的，我刚才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思想确实需要这个信仰以前加拿大多伦多医学院呢有一位这个教授呢他通过多年的这个实验还有研究最后呢就是得到的成果，得到的这种结果是什么呢？人们必须要有一种信仰，有了信仰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内心的快乐感呢就越来越这个增长，而精神不振的这些各种这个疾病的话呢，就是依靠信仰而得以这个前除，我觉得呢这是确实很重要的事情。大家都知道这个心理学家荣格他有一本呢就是叫这个寻找什么这个理会的现代人就这么一本书。这一本书里面呢都已经介绍了我们现在在科技机器发达的时候，人类的思想极为复杂的，在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就是宗教的这种信仰。在宗教当中的话呢就是这个佛教就是佛教的这种心理思想的治疗法呢就是最殊胜的。他说具体来讲呢，也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个参就是做参，还有呢祈祷就是经常就是念一些祈祷文，还有呢就是诵一些这个经文和念咒语。那么这种方式呢，也就是说这个心理的治疗法荣格在他的这个心理学当中呢，就认为是我们这个佛教的各种念诵参是一种这个治疗法所以我今天呢也跟大家沟通的时候呢要着重的强调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治疗法就这是对现代人来讲呢的确也是特别的重要否则的话呢我们都虽然有各方面的一些财富，有地位，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个成功的事业，可是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呢越来越这个劳累不堪我们的这个心理呢就始终都是处于一种恐慌，或者说是不满足，或者说是一种就是始终是一种希求追求精神的这样的状态当中。那么这个就需要就是佛教的这个甘露妙药来熄灭我们相续当中的各种就是不正当的这种烦恼或者说是痛苦所以呢如今呢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呢我认为在座的各位里面有些是应该是信仰这个佛教的学者，有些呢只是从事这个科技工作者，不一定有真正的这个信仰。有些呢就是半信半疑就是有可能这么有这个3种人。还有一种呢很有可能就是不但没有信仰，还也想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反驳就是信仰者的一切观点。那么其中后者也就是说呢自己不信仰，想反驳别的一些这个有信仰者的观点的话呢，一定要有智慧，要有研究，要有这个探讨，否则的话呢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信仰的价值，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信仰的作用，
那么以自己的分别念，以自己的妄想来辩驳别人的正确的观点的话呢，那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不科学的、不理性的一种做法。因此呢，我觉得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人们呢，确实是有了这个信仰的话呢，即使你遇到再大的一些困难、痛苦，在那个时候呢，你心里面觉得依靠有一种归依处，依靠有一种依赖处。我记得在那个应该2012年的2月22日上午10点钟的时候，当时美国前总统布什来过你们的这个清华大学，他当时的演讲呢，我当时在厦门的翻译释迦牟尼佛光传，我当时打开电视看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呀，我到目前为止已经近8年了吧，在8年当中的话，基本上他的很多演讲的词呢，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记忆犹新。那么里面有一段话呢，就是提及到说是所谓的这个信仰是不可怕的这个信仰呢，就是远远就是超过这个法律的约束。而且他说，我们美国的话呢，90%的人呢，95%的人呢，都是信这个上帝。我也是其中之一员。对我的一生来讲，就是信仰或者宗教呢，就是对我带来的这个利益远远超过其他。所以还里面呢，就是讲了就是有关这个信仰方面的许多这个真理。我认为，他虽然讲的是这是一个基督教的这个信仰，但是作为基督教也好，佛教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实践的这个伊斯兰教当其他的任何宗教，我们人的有信仰和没有信仰比较起来的话，那么就是应该说是有信仰好。如果有了信仰的话呢，那么基层的所有的一切的行为呢，有一种约束。如果没有约束，尤其是呢没有这个了知前世后世的话呢，那涅槃经里面讲了，不知后事者无我不作不知后事的人呢，什么样的坏事都会他干得出来尤其是你们在这里这个从事科学工作者的话呢，那么你如果有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那么这样的观点的话呢，对社会负责，对人们负责，对整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话呢，都有负责任的态度来这个创新科技技术，或者的话呢，那么全部都是为了自私的，为了也就是说自我的这样的一种行为来做任何一件事情呢，这个后果是相当可怕的。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产品呢，全部都有很多的特别可怕的这种假冒伪品假冒伪劣品？我们的这个食物呢，大多数都是里面含有大量的各种毒品我们的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农场也好，或者人们所享用的这个各种的这些这个字句都带来就是不便。同时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个别的一些医疗学校都是为了这个钱而奔波。那这样的社会呢，最后都显得极其的可怕。那么这种做法的话呢，最终人们都不得不生心病。心理的病呢就是远远超过身体的病。那么我们的身体的病呢，就是依靠医疗的这种技术来可以进行治疗，而心理的病呢唯一的依靠一些宗教的这种真理来调节，或者的话呢，那么依靠有一种自信的这种调整方法，也就是说你的做餐念佛等等这样的方法。除此之外呢，任何一个医院里面也是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进行治疗治疗的效果也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经常呢感觉得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呢，大多数的不管是科学家也好，或者说我们的这里从事教育的这个教育家也好，那么这些人呢，一定要对社会负责任的话呢，首先要有一个人生观这个人生观呢，昨天我在北京大学给他们交流的时候呢，也提到了。
我说人们的人生观呢，当然这个这个人心不与，各如其言，就是所以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虽然是不相同的，有各种各样的这种价值观和自己的这种爱好，但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基本的人要知道这个前世后世的存在，人要知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说，做好事呢，它有好的果报；做坏事呢，有不好的这个果报。这一点一定要做到。那这样的时候，极个别的人，以前没有学过宗教的有些人呢，可能提出一些疑惑，认为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现在做善事，为什么是这个善的果报不显前呢？其实这个说法呢，就是不成立的。为什么不成立呢？做善事是造的因。最后得到的快乐呢，就是成熟的果。那么因和果之间呢，一定要有一种时间的这个时间空间。也就是说，我们春天的时候呢，农民种庄稼；到了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收割，你可以呢，就是获得了它的结果，而不可能是我今天种庄稼，明天呢就开始这个所有的果实全部丰收得到，不可能的。同样的道理，我们今生当中所造的恶业或者是善业的话呢，下意识再下意识乃至呢许多是以后呢，一定会是成熟在你的相续当中。所以佛陀在《白衣经》当中也讲了，塑造的业呢，既不成熟于外境的山河大地上，也不中间呢就是会消亡的，而必定会是成熟在你的这个性的这个相续当中。因此呢，我们任何一个人呢，造了什么样的业呢，在百千万劫当中是不会耗尽的。这样的道理呢，虽然它是一个佛教里面所讲到的一个因果观其实这样的因果观呢，就是我们人的应该人生观。这样的人生观呢，人们都把它当作是价值观的话呢，那么这个社会就变得更美好、更这个灿烂的。可是如今的这个社会呢，的的确确是真正相信因果的，为人们为社会做事情的人呢比较少就比较少。也许呢，我这样的说呢，就是可能以悲观主义的一种这个说法来否认就是现有的很多的美好的这个成果。但也许呢，人们都也会知道是现在我们社会的光明的一面的背后呢，还隐藏着很多黑暗的这个阴影。那么这样的这个黑暗的阴影的来源是什么呢？就是人们这个不信仰这个因果。那么这样的信仰因果也好，或者说前世后世的存在呢，有没有一个确凿可靠的依据呢？的的确确是有的佛教里面有千经万论当中呢，可以说明人死了以后，并不是火灭了或者水干了一样。就是当下就没有了，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死了以后呢，一定会是存在前世后世。包括科学家牛顿也是说了，人死了呢，就是生死是必定存在的。那么包括我们像这个爱因斯坦还有这个科学家这个罗素就英国这个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个50年获得诺贝尔奖的罗素以及呢就是这个鲁迅先生等等。虽然他们有些人呢这个对佛教的研究并不是特别的究竟透彻，但是基本的一些因果观念呢、真理呢，就是他们也会这个承认的。那么现在的有些科学家也就是说有些科学工作者呢，他对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呢，抱着一种盲目的态度。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科学，不管是宏观科学还是这个微观科学那么这个科学呢，其实全部都是牵涉到外境的事物方面的一种这个学问真正是牵涉到自己内心的心事上面呢，到目前为止科学极度发展的今天的话呢，那么就是科学家对内心的判断、对内心的认识，乃至对这个生生死死的存在与否的问题呢，是一个盲点，是一个盲目的这个观点，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大多数的科学家的观点呢，应该是这样的。我虽然不是特别观望博学的人，但是呢，也不是孤陋寡闻的人，应该
古今中外的许许多多的很多心理学家、量子力学家以及呢物理学家的许许多多的书籍呢，也翻过不少就翻过不少。但翻的过程当中呢，自己非常容易的这个发现呢，所谓的这个科学呢，就是人们都是特别羡慕、向往的。但是呢，科学确实在我们某种意义上呢，对这个外界呢带来了就是一种方便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现在的这个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交通也好，通信也好，或者说是我们的任何的这种这个生活呢，就是带来就是前所未有的这种这个进步。可是从内心上面的真正的这个观察，真正的人的前世和世存在与否的问题上面呢，大多数的科学家是并没有就是得出就非常明确的这种结论。有相当一部分的科学家，就像是我刚才所提及的这个荣格就是荣格当就是很多的科学家呢，他是受到了西方哲学的这个影响，也受到了西藏那个藏传佛教的这个影响。他们呢必定会是承认呢就是承认就是人的这个生命呢就是必定存在。所以说呢，我今天也是中国这样的这个高科技的中心也有这么多的这个具有丰富这个学识的这些智者们一起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们当中也是非常有充分的理由来否认前世后世的存在的话呢，那么我们作为佛教徒呢，不可能是固执己见一味的说我的佛陀或者我们佛教所说的必须承认，我们不会站在这样的这个立场上，我们都站在一个特别公平正直的立场上。如果谁的宗派当中是有真理的话呢，我们希求真理。当然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对佛陀释迦牟尼佛2500多年前的这个金梵王子，就是释迦牟尼佛呢，确实印度是真人真事这个出现过的。那么他呢就是先当王子，然后呢就实现出家，出家以后呢苦行以后呢就是在这个菩提迦叶就证悟成佛，成佛以后就是说这个49年的法，然后呢他所得到的这种像甘露一般的这种境界思想呢就是扭转了这个人后代的这个人类。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数来看的话呢，有100里这个八汉100里八本的话呢，就是全部是佛的智慧当中扭录出来的，扭给后人的。所以说呢佛陀是真人真事出现过。我们有没有信仰呢？就是的确也是有不可推转的这种信心，但是我们不可能以信心来建立就是自己的佛教的观点，一定要用智慧来通过辩论，通过探讨，通过这个互相交流，这样以后呢就是才能建立准确的这个观点。所以我们藏传佛教当中呢有一个最好的优越性呢，我们互相的辩论辩论的时候呢，你可以用你最大的这个这种智慧，也就是说是你的全部的智慧来就是开始对抗对方。那么反驳对方的观点，反驳对方的观点的时候呢，那么对方呢就是也不得不以真理以这个逻辑推理来这个承认。所以这就是藏传佛教的也是一个思想上呢就是最有力的迁出怀疑的一种特别这个殊胜的这个方法之一。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在这里交流的过程当中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公开就是直截了当的就是可以这个提出来的话呢，我们呢也可以就直言不讳的就是跟大家呢就是共同就是探讨，就是这也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非常这个好的这个方法就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这样一说呢，我刚才也讲到，就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呢就是需要就是佛陀的这种2500多年的这个原始的思想，原始的这种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呢全部都是慈悲与爱就是慈悲与这种。那么佛陀的智慧呢就是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他热爱博爱就是所有的这个天下的这个众生。虽然现在的这个基督教
天主教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宗教当中呢，都有一些这个帮助别人的这种善行。但是这种善行跟我们佛教的这个思想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善行呢，从光度上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我们佛教的这种平等观也好，慈悲观也好，或者说是菩提心啊，那么这种心态的话呢，即使你的怨恨的敌人也，或者说是世界当中天下所有的生命呢，都要去这个关爱他，这叫做是大爱。这样的大爱呢，恐怕是我觉得在其他的任何一个学说和实践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恐怕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呢，我想在座的知识分子在座的这些科技人士呢，一定要用自己的这种智慧，要绞尽脑汁的去观察佛陀给我们留下来的这种博爱，在其他的学说和宗教以及个人的这种思想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主张，有没有这样的这种这个观点？那么这种观点，如今的这个人类社会需不需要？乃至其他的所有的生命也需不需要？我觉得呢，不仅仅是我们人类，乃至其他众生也需要的。那么这样的这种博爱的话呢，上至总统下至我们平凡的人以上呢，都要应该遵守否则的话呢，都受到不同的牵制。我记得有一次，那个现任的美国总统这个奥巴马，他在这个一个演讲，好像跟别人交流的过程当中呢，有一次就是有这个苍蝇就是飞到他的这个身上，那个时候呢，他就不幸就是把它就是撕掉，把它裂死了，就掐死了。死了以后的话呢，当时受到了就是当地的这个保护主义的这种牵制那么第二次，他就是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呢，就是有一只苍蝇一直有时候飞到他的嘴唇上，有时候飞到他的眼睛上，但他不敢杀。他后来就是跟这个新闻媒体就是表示说，我这次没有杀苍蝇我这次没有杀苍蝇。当然他不是用背信，说实话不是用背信，从他的行为从他的言行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这次不杀的原因是什么呢？他害怕有世界上要出名一次就光是杀一个苍蝇呢，就是在整个世界媒体就是宣布的话呢，就觉得不值得。所以我看见有些其他的宗教当然我们今天在这里也有可能其他很多的宗教，当然我从广义上讲就是对所有的宗教和睦相处，就这是非常的佩服。但是从有些宗教的思想的这种背信的光度上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差别有一点，即使国家的这个首相也好，领导的话呢，教徒他对自己的这个上帝特别的这个尊重尊敬我经常看过这个美国历代总统的这些演讲他们的这个演讲呢，全部都刚开始的时候呢，他要就是先这个对上帝呢，就是有一种发愿，那么最后呢就会说这个上帝保佑你们，都是信这个。这样的这个信仰呢，就是确实是对国家来讲是有利的。但是这种信仰，也就是说这种宗教的这个意义，跟我们这个佛教的一些智慧的光度上面呢，确实是有着很大的差别。而我们佛教呢，乃至苍蝇、蚂蚁、蚊子以上的这些小小的动物呢，我们不能害它们。为什么不能害它们呢？并不是以其他的原因，因为它们都有感受。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大家一定要记住因为他们都有苦和乐的感受，跟我一样的。如果我是很弱小的群体的话呢，别人以歧视我见到我的话呢，那么值不值得？他会不会有这个人道主义的受到人道主义的谴责？会不会受到就是知名人士的呵斥呢？肯定会的。那同样的道理，既然我们人类的有痛苦的有感受的这些人不能欺负他们，不能损害他们的话呢，那么世界上的所有的有生命的这些众生呢，只不过是他们不会说人的语言而已。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值得保护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应该有特别深深的意义。我们这里以前没有学过这个
这个佛教慈悲观的人呢，刚开始听起来呢，就觉得这是有点这个不可思议的，因为其他的这个生命呢，跟人类呢，就是应该是有很大的这个差别，心里会这样想的，但是你从道理上推的时候呢，最终恐怕是你说不出来真实的这个理由，必须要撒他们的一种依据，不一定说得出来这是我想要跟大家这个强调的一个这个佛教的这个心理治疗的话呢，主要是体现在一个慈悲和还有呢就是智慧方面。那么智慧方面呢，佛陀最殊胜的一部分呢，就是说要讲到了这个空性法门。因为我们现在呢，世间的人们呢都有实有的执着。对感情的执着、财务的执着、房屋的执着，以及对地位名声权势所有的任何一个虚妄的这些虚无缥缈的法呢，都特别的去执着。你这样执着呢，就是会这个产生痛苦的。你像萨拉哈巴尊者也说过，像芝麻须的执着呢，带来这个山王大的痛苦特别小小的一个执着呢，最后你带来这个极大的这种这个痛苦就是若许什么事有法，则生大贪嗔就是则生大贪嗔就是龙摩菩萨的60真理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我们如果对法产生一个实有的东西呢，对你带来就是痛苦。为什么这么讲现在很多人自杀，其实我们佛教徒的眼里来看呢，不值得自杀。自杀有什么？没有什么。不管是你的这个地位也好，感情也好，受到一些问题，这是正常现象的。佛陀经常讲是无常观这次我在这个玉树地震过程当中呢，看得很明确的。他们很多这个有信仰的人99%的人全部是有信仰的人。这里面的人跟这个汶川地震受灾的人呢，完全是心态是不相同的。当时全国各地来了很多的这个心理的这种咨询专家，他们呢没办法治疗，因为不需要安慰，他们自己都觉得是就是遇到这样的这种天灾人祸是正常现象，这一切万法都是无常的，不可能有长期的。所以我们有信仰的佛教徒呢，平时的对自己的好的方面呢也有考虑过的，还有不好的方面呢你人的死亡、人的疾病、人的最后的这个衰老，或者你的财产呢，就是最后全部是耗尽的等等诸如此类的很多负面的东西呢，它早就已经这个深思熟虑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困难面前是非常勇敢的，非常这个坚强的。因此说呢，我们呢就是绝对是心理的这种治疗呢，就是远远超过就是我们这个实践的一些药物的这个治疗。心理健康的人呢，即使你的身体呢稍许有不正之状就是那么很容易呢，就是可以这个调整过来。所以这种这个心态的话呢，像我们藏传佛教呢恐怕也大家都应该清楚就是藏地呢就是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修行人，心态呢就是应该是特别这个健康。从他们的表情，从他们的生活当中呢，也可以看到了他们的这种乐观就可以这个乐观。尤其是你们在座的可能个别的这种智者就不一定可能没有去过藏地。你去过藏地以后的话呢从这个自然环境也好，物质条件，或者说是这个缺乏氧气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呢，在当地的这个人们呢，心里的是已经充满阳光，一直有一种知足和满足感，还有呢有一种幸福感。这是为什么呢？就是他从小的是受着这个藏传佛教的这种这个滋润因为藏传佛教呢是大家都应该清楚，我们这个佛教里面呢有藏传佛教和南传佛教、北传佛教。那么藏传佛教的话呢，自从那个8世纪以来就传入这个藏地，传入藏地以后呢，藏地99%的人呢，全部都是信仰这个教。那么信仰这个教以后呢，从小的是从这个孩童时期开始呢，有这么一个
这个很好的这种信仰，要这样的信仰呢，就是带来就是人们的这种健康啊、长寿啊、延年益寿啊。我记得这个拉萨那个什么这个社会宗教研究所的一个叫这个斯朗登州，他呢就是收集了就是40位这个hom生成就啊，就hom生成就，身体都完全已经这个hom生了，就是连这个肉体都没有这个没有剩下的这样成就了。那么这些人呢全部都是年龄就是80到这个140岁啊，就是他的这个资料当中是80到140岁。为什么是他们就是活的时间是这么长呢？在这样的这个高原气候下，在这样的这个恶劣的环境当中呢，有这么多的这个长寿呢，最主要是他的这个心态就平衡的非常好啊，就心态调整的这个很好。所以我们今天呢，在座的各位呢，应该说是就是互相在这方面呢，应该跟大家就是探讨就平时呢，你们很多人的这个工作规律这个时间的安排就许多都是不是特别的合理。我们藏地呢有许多的经典论点序部这些内容就全部结合起来的话呢，最根本的这种调整当中呢，就是首先是调性就调性很重要。藏地医学当中有这个4部学，那么4部学里面呢，所有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来源呢叫做是这个分别妄念分别妄念。阿底峡尊者在菩提道等论当中也讲了，分别大无明，能堕生死海就是什么入住5年定，入住5年定无垢入虚空，有这么一个校正。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产生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贪心嗔心执着分别念那么这样的时候呢，身心的经常呢就是不健康。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呢跟别人吵架以后的话呢，就是好几天当中，就是他的身体就恢复不过来就经常这个失眠，经常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如果我们心呢，就是用心来就是调整好的话呢，那么一切病呢，就是可以呢就根本上这个铲除。这一点汉传佛教也是以前这个智者大师智者大师呢，他是着重的宣扬这个智管之道就智管之道。其中有一个教言呢，他说这个若三心用就是用心则什么这个440病自然铲除440病自然铲除。他说，如果我们的心态就是好好的去调整的话呢，那么就是所有的这个404种病的话呢，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个可以铲除。所以藏传佛教里面第一个调整也就是说治疗的这个方法呢，就是第一个是调性就调性很重要的平时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在这个过度劳累就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要就是特别的去执着，心呢应该就是放松就是心这个放松的话呢，就是从中呢就是可以获得了就是许许多多的这种这个自在还有这个快乐还有呢就是身心的这个自然而然的这个健康就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健康这是这个一种调性方法。第二种调性方法呢就是第二种调法呢就是说这个饮食调整就是饮食调整。现在社会上的大多数的人呢，饮食规律就是特别不得当就特别不得当。我们有些人呢就是没有这个定时用饭，有些吃过多，有些吃过少那这样以后呢对整个身体的健康呢也的确不利的。所以佛陀在这个有关毗那耶经和还有这个瑜伽师地等有关论点当中的话呢，都已经宣说我们这个食物呢，就是不能就是过多过少，也不能呢就是没有就是固定的这个时间当中顺便就是
就是乱用这个饮食啊，这些都是对自己的这种身体呢，就是带来这个不良啊，就带来不良。所以我们现在社会上的人呢，有时候就是包括就是食物的这个味道的话呢，你不能就是过于的，就是太辣了、太咸了、太麻了。那这样的话，自然而然刺激你的感官，刺激你的这种身体啊。一般来讲，我们的这个素食是最适合的。有些人经常讲吃素的话呢，对这个身体实在是受不了。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前一段时间我遇到一个人，他说这个最好吃肉，没有吃肉的话呢，像牦牛一样吃草，怎么会让维持自己的身体？我说开玩笑，其实我们吃牛肉的来源呢，也是草就牦牛吃草的，牦牛不吃肉所以牦牛的是通过山上的这个植物和水当中呢。能得到就是如实的这种营养的话呢，那么我们呢，其实这个吃就是这些这个素食的话呢，就是对身体的健康确实是有利的。可是现在呢，人们都是一会儿喝一些什么咖啡就是一些刺激物，然后一会儿呢就是吃肉食。肉食呢，表面上看来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利的，实际上呢，西方的许许多多的这个哲学家。许许多多的这些这个人道主义者呢，他并不是以信仰的角度来讲不吃肉的，而是以自己健康的，从医学和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呢，人不适合于这个吃很多的一些肉食。如果过多的一些肉食的话呢，对你的整个这个肝脏肺脏都是这个受不了的。所以最亲近的。最有意义的、不造恶业的这样的亲近事物呢，应该是这个素食。所以素食的这个调整呢，对我们这个健康确实是有着很大的这个利益。逐渐呢，我想我们在座的这个各位应该在这个素食上面呢，就是需要这个研究。我们中国的很多包括一些医学科技工作者呢，就是对这个素食健康方面的这个研究呢，就是还不到位。还有呢，我们对这个环保的这个意识概念呢，就是特别的这个欠缺。其实环保呢，就是也是我们应该整个这个人类所存在的这个只有一个地球。那么我们人人都破坏自然，人人都是没有爱护的话呢，最终确实是人类生存的这个处境都没有。但有些人呢，可能只考虑自己的家庭，不考虑就是特别大的这种广大的远大的理想呢，就是没有的。那这种人呢，我们在佛教里面就是称为是这个小乘。小乘的话呢，自己有自我的解脱，而这种人呢，连这个自我的这种究竟的解脱也是没有的。当然，我们从广义上，从高瞻远瞩的角度来讲呢，一定要有一种保护这个动物的这种意识就保护动物的意识。同时呢，要这个保护就是自然环境的影响。这样的话呢，其实人与自然呢，就是得到这个和谐。那么人与自然要得到和谐的话呢，那么自然界的整个山河大地和还有在自然界当中生存的这些动物呢，就是都要就是跟我们人类呢是以朋友的这个关系，而不应该呢就是我是这个人，你就是我的这个事物就像是草物一样来把肆无忌惮的所有的这些除了人以外的这个全部就是杀掉吃掉。这种理念和思想呢，的确也就是不太这个赞叹的就不太赞叹的。那么科学家罗素他说是我所有的宗教当中呢，最赞叹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教。我认为呢，他所赞叹的应该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佛教的慈悲观慈悲观。佛教的这种慈悲观的话呢，的确是要涉及到就是所有的这些身边的这个有缘的这个众生这是我们现在一定要做到的这个事情这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调饮食方面讲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调这个就是调整睡眠这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对我们的健康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调整有些人呢就是连一点都不睡尤其是刚开始学佛刚开始信教的，有些人呢
就是把所有的时间都是全部用在这个精进的去。其实这样的熬夜啊，或者说是这样的这种过度的这个精进的话呢，对自己的健康也是带来不便的。还有些人呢，过度的这个睡眠啊，就是10个小时、9个小时以上，就是去这个睡觉。那这样呢，就是对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带来更多的这个危害。以前在这个60年代的时候呢，就是大杨为这个科学家呢，就是大量的这个观察，他当时发了就是80万份那个统计表，然后呢就是进行了就是测试。进行测试的时候呢，他认为很多人的这种的这个病的来源呢，就是过多的这个睡眠过多的。一天晚上，如果你的睡眠是超过9个到10个小时的话呢，那么这种人是很容易得这种病的。这是科学也是这样表明的。而我们佛教当中的话呢，这个初夜和这个夏夜就不能睡眠的，只有中夜呢就可以这个睡觉的。可是现在大城市的人呢，恐怕也不是这样的我都跟经常有一些佛友就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夏夜全部这个睡觉就是一般初夜和中夜都是在干活做事情一般来讲，大城市里面的人2、3点钟开始睡觉，一直睡到第二天这个这个9、10点钟那这种做法是不合理的。这个是对人类的这种自然的规律跟我们的这个人体呢，就是规律是不适合的不适合的。所以我们人的这个睡眠的最好的这个时间呢，你的整个这个身体呢，就是能接受的最好的时候呢，就是从这个10点到早上这个5点钟之间的。这个时间的话呢，是最好的。如果你在这个当中没有睡，你已经超过了1点钟以后呢，那你的这个健康呢，就是肯定不利的。有些人呢，恐怕现在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你长期的这样劳累过度，或者说是你的日夜颠倒的话呢，整个这个日月的这种运行跟身体的气脉的这种运行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关系有一定的关系。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这个人们就是中夜的时候呢，最好是这个好好的这个放下一切睡就是放下一切。那么早上呢，就是应该这个起早，就是这是大城市里面现在是没有规律的。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很多人的健康呢，确实吃饭也没有规律就没有规律。有时候吃的特别多就是有时候吃的特别少，没有规律。然后睡觉也没有规律。平时的这个还有一种呢调息方法呢，就是呼吸就是人的这个我们藏地有很多的这种修法有观蚊子的这种修法，或者呢很缓慢的这种出气，然后有吸气，有出气，有吸气，这种这个修法呢，其实是对这个身体就特别是有帮助的。尤其是你早上起来的时候呢就是慢慢的从这个鼻孔里面呢就是出气，然后又慢慢的这个吸气。那这样的这个多次呢就是对这个整个身心的这个调节就是也有一定的这个利益。我觉得好像在汉地的《黄帝内经》当中呢，也是说是这个真气层内就真气内层，邪不可干如果我们心安了的话呢，那个真气呢就是内在存在。如果你的身体的气脉已经正常的运行的话呢，那么有了这个抵抗力。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所有的这些外在的这个病干扰这些呢就是不会这个有机可乘的，对你呢一定会是有这种健康的这种希望就有健康的希望。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或者说就是有一种哈的这个声音来，就是排除一些过去，这样以后呢就是对这个身心就是有一种调整就这是一种调整方法。还有一种调整呢，自己的这个身体一会儿呢有时候呢就是做禅，有时候呢就是做一些运动有些人说生命呢就是在运动当中，但是佛教呢就是并不这样认为的。因为如果一直是这个运动就是没有安静的话呢，那么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寿命呢不一定也是很这个延长的
就不会延长的。因此，为什么是现在的很多像汉地也是虚云老和尚啊、钦定上师啊，许许多多的这些禅师呢，就是特别长寿的原因，他们就是喜欢做禅啊。做禅以后呢，不仅是你的生命呢，在这个运动当中呢，就是可以延续的，还有呢，就是静坐当中就是动静呢，就是应该就是相结合就这一点就是佛教的这个观点。所以你平时呢，就是在身体运动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最好是磕头。我们这个佛教里面磕头磕头的话呢，对你的这个身体健康全身性的锻炼就是特别好的就是一方面呢确实磕一个头的这种功德是不可思议的。你如果是相信信仰的话呢，那这个功德相当大的。再加上呢，你平时每天都磕100个头那这样的话呢，不会容易劳累。不会呢，就是容易衰老。所以很多年轻人也好，成年人也好，我建议呢，就如果有允许的情况下，哪怕是磕3个头就磕头，就是对身体的这种运动运行就是很好的。还有呢，就是平时有时间的时候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做做禅呢。如果你实在不会的话呢，那就观想释迦牟尼佛就观想释迦牟尼佛在前面，然后呢有闭着眼睛，又坐一会儿，又释迦牟尼佛观一下。如果连这个都不会观的话，那心里什么都不想，大概是做2分钟、3分钟，乃至这个半个小时。那这样的心静下来呢，其实对你的整个身心呢，的的确确是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有时候呢，我们实践当中也是经常就这样就刚才有人给我也说了，你稍微休息一下，闭目养神，休息一下。其实闭目养神是一种做禅这是一种禅宗的这个境界。那这样稍微休息一下，整个身心呢，所有的这个脉络当中的这些这个气就是都会这个运行正常。这样以后呢，对身体的健康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总而言之呢，我们平时人的这种心态呢，就帮助别人的话，就是自己不会有很大的这个压力，这也是一个窍诀就这也是一个窍诀。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的这个人就是如果是自私的话呢，就是对自己带来一种痛苦，带来一种危害。如果你不是自私的，是帮助别人的一个心态的话呢，即使你所做的这件事情没有成功，但是呢不会有很大的这个怨言就是不会有很大的这种怨言。如果没有怨言，没有这种愤怒的这种气呢，就是自己的这个心就是越来越就是快乐起来。这是对当前来讲是的确很重要的。人人都是自私的话呢，可能都想站得高一点。就像我们在这个一个电影院里面，前面的人全部都没有这个坐下来站起来的话，那后面的人就是没办法就是看到这个剧同样的道理，所有的人以自私自利的心呢就站出来了，这是特别不好的。因此呢，现在这个国际社会上确实是把原来的这个19世纪和20世纪的很多心态呢，就是有所这个改变。我看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有钱的、有势的、有能力的这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你不要人活着的目的呢，全部都是用的这个自我的发展。应该呢，就是我们自己发展的同时呢，要想到就是周围的这个人周围的人，这就是指所谓的这个利他，也就是呢所谓的这个慈善前2天那个这个6月18号的时候呢，就是美国这个巴菲特和还有比尔盖茨他们呢召集就是一个晚宴就是这个召开一个晚宴。这个晚宴当中呢，就是当时也请了包括这个纽约市长和媒体大亨等等，有许多的这个就是高尚的这种人士，让呼吁呢就是以美国为主的就具有这个数十亿这个美金的这个家产的这些人们呢，就是将家产的一半就是捐给这个慈善事业就捐给这个慈善事业。那么当场呢，就是也有许多的这种这个富豪呢，就是将把自己的这种财富就是一半以上呢，就是捐给这个慈善事业。所以我们像中国，像这个个别的一些地方的话呢，帮助别人和慈善事业的这个理念呢，还推广的这个
不够，我们的这个心里呢，就是还没有这个意识。只不过出现一个地震啊，或者在哪里出现一个灾难的时候呢，应急的这种措施，马上抽签就完了以后就没有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人类的这种意识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你不一定非要出现一个自然灾害的时候呢，就捐钱完了以后就没事了，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身边呢，就是还要许许多多需要帮助的这个人呢。那么始终都是有一种帮助别人的，比如说我们医院里面有很多看不起病的，有这个贫穷的人，那么经常去帮助他们。我们身边很多读不起书的，还有很多的可怜的人。我们身边很多没有人照顾的一些孤寡老人，那么这些始终都是有一种热爱的心来帮助的话呢，那么社会才有这个进步的。个人有几个豪华的别墅啊，有几辆豪华的轿车的话呢，这不一定是社会发展。即使个人的社会的物质部分发展，但是整个人类的心理没有提升的时候呢，这个社会啊，就最后到一种自私的这个状态。那么最后的话呢，就是也会有一种自我灭亡、自欺欺人的状态。所以说，我想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的整个这个思想啊，应该是帮助他人、利益他人、共同发展，要这样的方向呢，要这个争取努力。否则的话呢，我们口头上怎么样就是讲这个快速发展，但实际上呢，我们心里还是很落后的。每一个人呢，就像是自我发展，而且这样的自我发展呢，也建立在危害他人的这个身上现在有些企业家很可怕的，自己的腰包里面虽然有很多很多的钱，但是这些钱的背后来源的话呢，就是相当的不清净。甚至这个背后的话呢，通过各种手段来危害了这个无良的这个人们就这个后果是谁负责任的？我们应该有时候呢，应该就是不想而知的，可想而知。所以说，我们现在呢，我自己认为我们这个社会呢，就是很需要就是大乘佛法。大乘佛法是什么呢？就是无条件的利益帮助，就是其他的一切这个人类。乃至呢，就是一切这个众生，是这样的一种这个崇高的精神。这种崇高的精神呢，无论是任何一个民族当中，任何一个国家当中，在这里呢就是会这个发出这个光芒前除就是一切的这种黑暗所以呢我想呢就今天呢跟大家就沟通的这么一段话希望呢我们在座的有缘这个认识呢，就是寄予心中，最后呢，祝愿以大乘佛教的利他心来帮助所有的有缘者，谢谢大家。